你好，我是阿力。我们好久没有分析这个消息面了最近这2天呢，有关加密货币、有关区块链呢，确实发生了很多的大事儿。我们今天就挑选几件具有重大意义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另外，节目的后半部分，我们着重来聊一下 Web 3.0，这也是最近全世界都在关心的一个重点希望大家都看到最后会有后市的展望。好，我是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希望大家先赞后看，素质3连。没关注的小伙伴赶紧关注我会不定期分享这个世界上最新的技术更新。首先我们来看几个有关比特币的消息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企业云服务平台 Phunware 宣布购买了100个比特币，平均每个比特币的价格呢是49750美元。截止到2021年12月9日 Phunware 总共持有约630个比特币，这些比特币的总购买的价格约为3680万美元，平均购买的价格呢是每个比特币58513美元其实我并不关心这个公司持有多少比特币那么这些都是吸引注意力的伎俩。因为从这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来看是非常的难看是几乎是不盈利的。2021年呢没有赚到什么钱，那么这也是 Web 2.0 公司目前普遍的一个现状好在呢，这家公司它意识到了自己的危机，开始布局加密货币。大家也看到它的成本价格是非常高，58000，比我们很多的朋友的这个比特币的价格都高。但是呢，他们公司今年9月份就宣布了支持比特币支付了甚至还要出自己公司的这个代币非常好的一个苗头下面这个消息呢，就是比特币大户了，叫 MicroStrategy， 我们可以把这家公司翻译成微策微策宣布自11月29日起，以8240万美元的现金购买了额外的1434个比特币，平均价格呢是57477美元。截止到2021年12月9日 ，MicroStrategy以约36.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约122478个比特币，平均价格呢是每个比特币29861美元。那么微策的老板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了，他是非常坚定的比特币的信仰者，他们公司持有的比特币从未卖过。那么这也是80%比特币持有者目前的情况那么这个80%的持有比特币的人从未卖出的这个数据呢，是从昨天的众议院听证会上得到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重点讲一下昨天听证会的重头戏 Web 3.0。我上一期节目聊到了元宇宙这个元宇宙呢，距离我们还有几十年的时间去实现，但是 Web 3.0 就近在眼前了。很多互联网的公司已经在布局 Web 3.0 了，甚至昨天这个红杉资本高调宣称自己已经 all in crypto all in Web 3.0 了，公司简介都改成了 DOA 是去中心化的高度自治的组织。大家都知道红杉资本它布局了全球1半以上的互联网公司，较得出名的互联网公司都跟他们沾点关系。那么就是这么一个风险的投资的巨头，在很多互联网公司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情况之下，就宣布 all in crypto 了，是不是已经很说明情况了？那么说到这里到底什么是 Web 3.0？ 到底它能够实现什么样子的功能？跟区块链、加密货币又有什么样的联系？别着急，听我慢慢讲那么说到 Web 3.0， 我们必须要提到 Web 1.0 和 Web 2.0。Web 1.0 其实跟纸媒体的区别呢不是太明显，就是换了一个地方比如说之前的这个报纸杂志它放进了互联网的网页，受众呢只能够阅读，无法互动Web 2.0 的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博客的出现后来又有这个推特、微博的普及，以及现在各个自媒体平台的普及更多的人呢参与了这个媒体的创作，相当于你既可以读取数据，也可以写入数据。那么这个 Web 3.0 的时代呢，你不仅仅可以参与创作，你还可以拥有数据。什么意思呢？任何人只要你愿意参加平台的建设，你就可以得到平台的代币的奖励，而这个平台不再是大公司垄断拥有的了，而是属于所有拥有平台代币的所有人，包括你，包括我。听上去非常的乌托邦，但是呢，确实令人激动比如我们现在视频创作者创造的流量
这些广告费用大头呢都被平台给拿走了。那么平台如果看我们不顺眼呢，鼠标一点就把我们给封禁了。那么我前几天在今日头条上有8.5万粉丝的这个账号呢被封了，我去申诉，平台也不给任何的理由，就说是永久封禁了，不给你任何讲理的机会。那么这就是标准的 Web 2.0的流氓行径。好在这个 Web 3.0啊，他们无法这么做了，因为去中心化的自治组织啊 DOA， 它拥有平台的数据，不是一个中心化的小团体或者是个人就能够决定是否将创作者给赶出去。大家拥有平台代币的人都可以参与投票，而平台呢也会给你一些代币作为奖励啊，奖励你参与整个自治组织的建设。那么说到这里，可能还会有人不太理解，那么这个 Web 3.0啊，跟区块链有什么关系呢？这些大公司为什么会愿意升级成 Web 3.0呢？这还得从威神说起啊。据说当年威神玩这个魔兽世界啊，他有一个非常喜欢的英雄啊，玩了很久。但是呢，2010年魔兽世界中威神最喜爱的这个英雄的角色的技能啊，被暴雪公司给取消了，这让威神呢怒删游戏啊。也许正是因为这段经历，让他萌生了去中心化的理念啊。他当时是非常的生气啊，为什么我这个英雄啊有说改就改，这不符合互联网的精神？所以他说发誓要搞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互联网啊，之后才有了以太坊。那么再比如啊，我们现在的这个视频网站出现的广告是平台和创作者分成，平台呢拿大头，创作者拿小头，而看视频的你们1分钱也拿不到，还白白的浪费的时间。你想一下为什么？为什么广告商投广告看广告的人最吃亏，而恰恰呢是最吃亏的人才是未来的潜在的消费者？那么大家明白这个逻辑了吧？那么正常的逻辑应该是看广告的人和视频创作者平分广告费，这才符合正常的逻辑。再有呢，就是电商啊，比如大家熟悉的阿里巴巴、某宝、亚马逊，说白了就是一个中介的网站，凭什么他们要拿大部分的利润？如果有一个去中心化的自治组织，大家共同管理平台，然后根据手里面的代币的数量来分享利润，是不是更加的美好？啊，我们说到这里，很多朋友一定会很激动啊，也会有更多的人会泼冷水啊，凭什么让传统的大公司主动进入 Web 3.0呢？哎，这里强调一下啊，不是主动，是被动啊。只要呢有这么一家公司的出现啊，一定会有井喷式的发展，一夜之间会席卷全球。因为这个模式对普通用户太美好了，一下子就能吸引所有的用户。之后这些大公司呢就会这个一夜之间失掉所有的用户，哎，逼不得已去转型啊。大家想一想，你这个平台什么最重要？用户最重要。如果说有一家去中心化的自治的这种平台出现了啊，用户去参与它的互动，还能拿到代币啊，看广告还有这个钱拿，那何乐而不为呢？大家一窝蜂全上去了，对吧？那么今天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先说这么些啊，以后呢有机会再补充，大家也可以在这个留言区啊告诉我你对 Web 3.0的理解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大家以后啊都是这个 Web 3.0的主力啊，如果说你认认真真的看完我这个视频了，将来一定是这个 Web 3.0的第一批用户啊，应该多多的互动起来啊。Web 3.0越来越多的被定义为啊一个真正开放和去中心化的互联网，并且因为比特币、以太坊啊以及波卡等这些区块链网络的出现啊，使之变得有可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Web 3.0是一定要用到区块链的技术的。那么这些区块链网络的关键性啊创新是创造了不受单一实体控制，但每个人仍然可以信任的协议和应用程序，就开辟了许多的可能性啊，比如将这个权利带回给用户啊，或者是让我们再次回到互联网的核心价值观，人人共享、人人拥有的互联网。总而言之呢，Web 3.0呢是关于创建一个更加以用户为中心的网络，在那里啊，我们保留对我们的数据、身份、数字资产的完全所有权。那么说到这里，重点来了 ，Web 3.0还是离不开底层逻辑的这种比特币、以太坊啊，再然后呢就是数据、身份和资产的所有权啊，我相信你一定会知道啊 ，Link、NU 和 GRT 这几个币啊，重点关注，尤其是今天大跌的时候啊，越跌越买，趁早布局啊，才能够实现财富自由。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所有的内容了，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思考，我也会持续不断的创作更好、更有价值的内容，希望你能够点赞、转发、加订阅，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 ，Peace。